嘿，大家好，我是尼可拉斯杨。今天我们要破解人类远古最大的谜团——女系氏族。根据全球的考古证据显示，人类在最远古的时候，整个社会都是由女性带领，全部都是女王、女酋长之类的，也叫母系社会。但是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苏美尔或者是夏商周，人类就突然变成了父传子的父系社会。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人类最远古的时代，女系氏族真正的丈夫，他们可能不是人类。今天我们要先飞到非洲的撒哈拉沙漠，看一下女系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撒哈拉沙漠的南部有两个国家，分别是尼日尔和乍得。长期的干旱、饥饿、内战和恐怖主义让他们成为世界上最贫困的两个国家。但是就是在这一片危险动荡的土地之中，世代都生活着一支神秘的种族，游走于撒哈拉沙漠的深处，他们被称为沃达贝。沃达贝在当地的夫腊语中意思是禁忌之人。什么是禁忌？就是神告诉人类哪些事情你一定不能做，这就叫禁忌。沃达贝人保存了很多来自远古的禁忌，比如说不能吃鱼，这和西藏大部分藏族一样。还有沃达贝人不可直视长者，就是他们遇到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老人、酋长都要这样低头说话。为什么？这可能出自类似圣经出埃及记中的故事，就是神曾经说过，没有人能见到我而存活，人类不能直视神，看了就会死。还有沃达贝人的父母不能和头生的两个儿子直接交谈，一句话都不行，只能把他们交给祖父母养着。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非常诡异。所以像这样奇怪的禁忌，沃达贝人还有一大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女系氏族的特征之一：男人必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站成一排，由女人亲自挑选。选中了之后，如果服务不好，女人随时可以把男人们踢掉。这就是远古女系社会的样子。大家想不想回到古代？在我们揭开人类最隐秘的秘密之前，大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工具来保护自己，那就是 Surfshark VPN。无论是突破地域限制还是保护隐私安全，它都能帮你搞定。想象一下，你和团长正在研究一个神秘事件，但关键线索突然被某些国家给封锁，或者上了公共 WiFi 却有人担心偷窥你的隐私，那么别担心，只要轻轻点击 Surfshark VPN 就可以解决。它拥有3000加个服务器，覆盖100多个国家，轻松解锁全球内容，奈飞、YouTube 甚至隐藏的海外直播通通不在话下。它的 Clean Web 功能可以帮你阻挡超过100万个钓鱼网站的诈骗威胁。你还可以试一下 Surfshark Search 功能，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广告，也不会保留任何搜索痕迹的超隐秘搜索引擎。最棒的是，一个账号支持无线设备，手机、电脑、平板全部搞定，全家人都可以用。现在就试试 Surfshark VPN， 点击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和置顶留言的连接 surfshark.com/Nicholas Young 就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的使用期。现在就通过尼可拉斯杨的专属连接，一起探索无限的世界吧！感谢大家和厂商对团长的大力支持，团长才能充满激情持续创作。现在我带大家看一下沃达贝人最诡异的仪式，叫做格莱沃尔节。在每年的9月，撒哈拉沙漠的雨季结束之后，所有的沃达贝人就会从沙漠中聚集到尼日尔的一个沙漠小镇，叫做因高。因高是一个绿洲小镇，也是进入撒哈拉沙漠的门户。根据考古显示，在8000年前，这里就是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这里出产铀矿，还挖出许多恐龙的骨头。所以这些沃达贝人从遥远的古代每年都聚集在这里，很可能是有原因的。当他们聚集在这里之后，男人们就开始为沃莱格尔节做准备。他们会拿出镜子和化妆品，非常仔细地画眼线、嘴唇、面容，戴上珠宝，穿上最美丽的衣服，然后开始跳一种叫做 Yaki 的舞蹈。跳舞的时候，他们还要咧开自己的嘴巴，露出洁白的牙齿，并且不断翻滚自己的眼珠。他们一边跳舞，还一边唱出神秘的歌声。歌词是什么意思？他们从来不会告诉外人，因为这是他们部落的秘密。在他们跳舞的时候，沃达贝人的女人就站在外面观看，他们看哪个男人的眼睛最大最圆，眼白和牙齿最白，手脚最细最长。满足这些条件的男人，就是他们眼中最美的男子。男人们为了让女人可以选到自己，他们必须一直跳这个 Yaki 舞。
一直跳，连跳7天，非常辛苦。他们为了激发体力，还会喝一种由某种木头发酵的饮料——非洲红牛，喝完之后就不会感到疲惫。男人们在跳舞的过程中，有很多人在高强度的吟唱，而且喝了那种饮料，所以有些人就会进入癫狂状态，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无法控制自己，直接晕倒，非常可怕。那些在旁边观看的女人们，如果看上了自己喜欢的男人之后，就会牵着他的手进入灌木丛里。来这里的女人结没结婚都没有关系，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只要你喜欢，就可以带走你喜欢的男人。如果对自己以前的老公不满意也没关系，每年9月份就可以来这里换老公。所以对于沃达贝人来说，谁是谁老公都是临时工。女系社会都是这样子，女人有很大的权利，择偶权、财产权、继承权都有，甚至还能掌握王权。我给大家看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在1961年，土耳其卡塔胡玉克这个地方挖掘出一个距今有91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泥陶像。泥陶像捏的就是一个非常丰满的女王，这个王座左右还有狮子头的样子，这就是史前的狮子王座。大家看一下这个女王的体型那是相当的丰满。大家可要想象一下，在9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还没有农业出现，人类只能靠打猎和采摘果子活着，温饱都很难解决。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可以长得这么丰满，那他一定是掌握巨大权力的人。整个部落都用最好的食物把它供着，它才能吃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个是个她，一个女人，这是为什么？团长支持男女平等，大家不要来拷打我。但是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个远古的秘密，就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一定是武力至上，谁强壮谁才能得到最多的猎物，甚至是更多的奴隶。这种征战杀戮的事情，以我们的这个常识来判断，应该是男人最厉害，这是 DNA 决定的。男人的体型、肌肉、反应速度都是更加发达的，没有办法。所以自从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的国王都是男性主导的，从苏美尔下上西周以来都是这样。不过这个也有特例，比如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或者是唐朝的武则天，但这个是特例中的特例，不能说明问题。伊丽莎白一世是都铎王朝唯一的幸存者，王位只能传给她，否则就断了。武则天，那这个简直是宫斗剧里的阴谋诡计天花板，和我们今天讲的都不是一个 level。 所以总结一下，即使在原始社会，女性在生理上比男性更加弱，但是她们在远古又能获得巨大的权利，这个是为什么？这里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她们真正的老公可能不是人类。在圣经创世纪第6章写道，在那些日子和以后的日子，有巨人在地上，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就生出了上古英勇有名的人物。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古代，人类英明勇猛的人，国王、贵族等等，他们都是神的儿子和人类女子混血后的后代。而这些国王的贵族，他们英勇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体型上可能是巨人。这个在全球都有很多证据，古埃及的雕刻和壁画，法老都是比普通人高1倍以上。在1945年二战期间，美军占领了维也纳，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德国纳粹抢夺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曼大帝的皇冠。大家看一下，美军士兵的头都戴不下这个皇冠，太大了。接着我们再去一下匈牙利奥斯曼帝国留下的 Topkapi 皇宫，这里面的博物馆展示了一组长达2.7米的巨型铁剑，一个普通男人都根本扛不起来。而且这种巨型宝剑不是欧洲才有的。在2023年1月，日本奈良市熊富丸山的古坟里出土了日本发现的最大的铁剑，2.3米长，并且挖出一个长达63公分的铜镜。我讲日本三神器的时候，日本还没有公开这个消息，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我讲的对不对。那这些巨大的物件到底是给谁用的？在远古，女系氏族可以掌权，是不是就是因为地球上的女子和神的儿子结合，生出了强壮勇猛的伟人，所以人类才能跟着他们获得无上的权利？就和古代名言说的一样，母凭子贵。我看我们频道留言最多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人类和女子可以生出巨人？
人类的尺寸有点小啊，不太可能。第二个就是圣经里说的这个神的孩子、守望者，他们到底是谁，长得是什么样？这两个问题和我们今天要探索的秘密关系巨大。首先，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女子可以生出巨人？这可能不是古代人编出来的神话传说，因为现代遗传学已经证明，人类是可以生出巨人的。但是，父亲和母亲必须是人类同属之间进行杂交的混血后代。什么是同属？同属简单来说就是类似马和驴、狮子和老虎、狼和家犬这种类型。它们之间虽然是不同的种族，但是它们之间可以杂交，生出一种全新的物种。比如马和驴可以生出骡子，狮子和老虎可以生出狮虎兽。只要两个同属的生物，它们的染色体数量一致或者是差不多，就可以生出混血。而且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它们生出的后代都具有超越父母的超常特征，就是体型或者是力量异常巨大。我们先研究一下狮虎兽。狮子和老虎结合生出小狮虎兽之后，在理论上这个狮虎兽是可以一直生长的，长得非常大，直到6岁成年才停止。普通的雄狮加上尾巴可以长3米左右，最大的体重有250公斤，但是这个狮虎兽最大的体重可以长到650公斤重，不加尾巴的话可以长到4到5米长，体型超过地球上最大的北极熊，食量简直不得了，一口能吃半个人。狮虎兽可以长成巨型动物的原因，主要就是雄性 DNA 中有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就是要让雄性不断长大，这样它才能在自然界中有更大的体型，攻击力更强，获得更多的地盘和配偶。但是动物中的雄性也不可能在自然界中无限制的生长，这也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它们的雌性的 DNA 中有一个抑制片段，当雌性生下幼崽之后，它身体里的这个抑制片段就可以阻止幼崽无限制的生长，不让它们长得过于庞大，超于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这个 DNA 可能都是设计好的，如果真的有一个巨兽出现，把整个森林都给吃光了，那地球的生态也就完了。但是这里就出现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就是狮子和老虎，它们之间的 DNA 片段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它们无法的这么契合住啊，所以它们雌性的 DNA 中的抑制片段在狮虎兽幼崽身上就无法完全发挥作用，这就导致狮虎兽就会一直生长，变成一只巨兽。其实这种事圣经中已经写了，神警告人类千万不能混合 DNA 创造出怪物。在利未记19章19节中，神就说道，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结合。如果人类随意篡改我们自己的 DNA 或者是动物的 DNA， 很可能这个地球马上就要完了。当年的巨人就是这么灭绝的，圣经里都写了。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可以推测上古地球中的巨人是如何出现的，就是有一种和人类同属的类人生物，他们不是人类，但是可以直立行走，右手使用工具，他们大脑发达，会说话，有智慧。这种未知的人类，他们和我们现代人类应该拥有相同的 DNA 体重，而且个头也应该和我们现代人类差不多，但是他们不是人类。他们和人类的女子结合生出的混血儿，人类女子的基因片段无法抑制混血儿的生长极限，这种混血儿就会不断生长，最终就成为圣经中记载的拿非林人，也就是传说中的巨人。为什么我在这里推测这种未知生物他们不是人类，是神的儿子，或者是说是外星人？因为人类属这整个属现在只有我们现代人一种，叫做 Homo sapiens 智人，其他的原始人全部都灭绝了，比如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丹尼索瓦人等等，他们都长得比较原始，不适合地球的冰河时代，都在40万到3万年前全部灭绝了。从3万年前到现在，地球上只有我们一种人类，所以那些和人类女子可以结合生出混血巨人的，只有一个可能，他们就是从外面来的神的儿子，而且他们应该和我们人类是具有相同数量的 DNA， 我们和他们应该属于同一个属。肯定会有人说，杂交的狮虎兽骡子是无法继续生育的，这个非常重要。这句话部分正确，骡子是无法生育的，因为马的 DNA 是64条，
驴的 DNA 是62条，它们互相结合，骡子的 DNA 就变成了63条配不上，所以无法生育。但是狮子和老虎的 DNA 都是38条，是可以配得上的。但是它们生出来的狮虎兽，雄性是无法生育，无法产生小蝌蚪，但是雌性的狮虎兽是可以生育的。现代动物园已经让雌性的狮虎兽和雄性的狮子再次结合，培育出新的物种，叫做 Liliger 狮虎。所以从这里看，这就和女系氏族对上了。人类和神之子出生的巨人只有一代，巨人之间是无法繁殖，所以巨人会逐渐灭亡。但是拥有神之子基因的巨型女性混血人，他们可以继续生育，而这类混血的女子，远古人类就把她们当作成女神或者是女王。如果她们继续和普通男人混血，他们的后代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直到成为今天人类的高度。大女配小男是怎么结合的，这就不知道了，理论上是可行的。所以母系社会都是传承母亲的血脉。圣经《生命记》中就记载，如何判定一个人是以色列人，必须他的母亲是以色列人，他出生的孩子才是以色列人，父亲是什么种族并不重要。在很多神话和宗教经典中也写了相同的事情，就是预言有伟人要降生，就一定要找一个特定的女人才有资格孕育这个伟人。在格萨尔王史诗中就说就一定要找一个高种姓的龙女才能迎接格萨尔王的降生。我们以前讲过释迦牟尼诞生的秘密，这里再补充一下，在方广大庄严经中记载，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她的家人也不是一般人，都是超人类，亲属多圣能，力将俱相比，或于2、3相，其力共齐等，勇武多技艺，不伤害众生。摩耶夫人他们家的亲戚一个人的力气等于2、3头大象，超人，非常厉害。接下来我们再研究一下第二个重大的问题，如果从天而降的神之子他们真的是存在，那么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生物？这个秘密在很多经典中都提到过。在圣经创世纪中，神说要按我们自己的形象造人。在苏美尔神话中，神恩基和恩利尔杀死了一个神族，然后用神族的血肉开始造人。在吉尔加美什史诗中，半神吉尔加美什突然发现在野外中出现了一个野人，全身长毛，不会说话。吉尔加美什就派了一个神庙中的女祭司和这个野人结合，之后这个野人就获得了智慧，会说话了。我们开头讲的沃达贝人，他们有一个更厉害的神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一开始，神创造了一个蛋，然后从蛋里逐渐孕育出一对双胞胎，其中的一个叫做伊洛，另外的一个叫做塔亚纳巴。伊洛是一个男人，他生活在土地上，而塔亚纳巴他是生活在河流的湖水之中，而且他们的神话强调他身上有96个鳞片，人们称它为 serpent 蛇。这里有一个知识点，就是神话传说中的蛇都使用 serpent 这个词，它不是自然界中的 snake， 它俩是不一样的。沃达贝人认为，在地球刚开始的时候，地球上是有2种智慧体，一种是人类，另外一种就是有着4肢、充满智慧、可以直立行走的种族——蜥蜴人 serpent。我们人类和蜥蜴人是卵生的双胞胎，理论上是拥有相同的 DNA 结构。这种描述它并不是沃达贝人的科幻想象，其实它还出现在死海古卷中，编号 4Q543， 叫做暗蓝的异象。这个可能是出埃及记的前传。当时法老看到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数量太多，怕他们暴动推翻自己，他就准备下令将出生的男孩全部杀死。这时候摩西还没有出生。有一天他的父亲阿姆兰就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做梦，看到非常清楚的异象。他看到他眼前突然出现了2个守望者。我在梦中的异象看到了守望者，2个人在为我争斗。我问他们，你们是谁，竟对我有这样的权柄？他们回答说，我们被赋予权柄，统治全人类。他们对我说，你选择我们中哪一个来统治你？我抬起眼睛观看，其中一个外貌骇人，像一条蛇，他的斗篷色彩斑斓，却极其黑暗。我再次观看，他的面容像一条毒蛇。我对他说，这个守望者他是谁？
他回答说，这个守望者他的3个名字是贝利亚、黑暗之王和邪恶之王。我对另外一个守望者说，我的主，你有什么权柄？他回答说，你看到了那条毒蛇，它掌管一切黑暗，而我掌管一切光明。我的3个名字是米迦勒、光明之王和正义之王。摩西的父亲暗兰看到了2个守望者，一个就是像蛇一样戴着斗篷的蜥蜴人，另外一个虽然没有说长得像什么样子，但是暗兰看到他并没有那么惊讶，所以很可能米迦勒的样子应该是和人类差不多，可能还会发光。这个就和沃达被人讲到的故事是一致的。非常巧合的是，在我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有粉丝给我发了很多照片，说他最近参观了中国的红山文化。我一看啊，发现里面和暗兰的意象里是一样的，这里面有很多的诡异的蜥蜴人。红山文化是在内蒙古和辽宁交界的地区发现的，距今有7000多年历史，属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这里挖掘出了很多诡异的雕像，它们都有人一样的4肢，但是头上都长出了尖尖的犄角。这个角应该不是古人戴的那种牛角帽，因为这些玉雕的雕像的眼睛非常大，而且呈水滴状，就好像传说中外星人小灰人的样子。所以总体看来，这些雕像并不是动物的样子，也不是人类的样子。在红山文化中，除了和一些蜥蜴人一样的玉雕之外，还出土了一些其他诡异的玉器，它们蜷缩着，好像一个刚发育的胚胎，但是我看它们更像一种卵，蜥蜴人的卵。这个其实在日本也被发现过，叫做钩玉。说到卵，问题就来了，在上古时代，如果蜥蜴人和人类结合，那么他们出生的混血儿应该是胎生还是卵生？答案很可能是卵生。最近在中国比较火的动画片《哪吒》，它是怎么生的？它是经过3年6个月出生的一个大肉球，然后被他爸一剑用宝剑劈开出来的。还有道教里的护法神殷郊，殷商的大太子，在三教搜神大全中记载，殷郊是肉球包裹，其时生下，被王宠爱妃，名妲己，冒奏王曰：正宫产怪。正宫生了一个怪物，一个肉球，里面就是殷郊，都是卵生。我以前讲过的格萨尔王，他的母亲是有龙族血脉，他生格萨尔王的时候也是生出了一个大肉球。史诗中还描写肉球的外表有牛肚般的花纹，一层一层的，非常奇怪。这个事情也不是古代人瞎说的，世尊释迦牟尼在《长阿含经》中也说过，龙族有4种，有卵生也有胎生。在佛经《俱舍论》中也有记载，他说人类有2种，卵生和胎生。《俱舍论》第8卷中就写道，人卵生者谓如示罗、乌波示罗。示罗、乌波示罗是什么意思？示罗就是梵语中的沙伊拉，意思是山；乌波示罗、乌帕沙伊拉，意思就是小山。这句话就是暗示人类和蜥蜴人生出来的混血儿，他们应该是卵生，在他们长大之后就像小山一样，意思就是他们都是巨人。再给大家看一个震惊的，就是中国的3皇5帝。大家看一下3皇，天皇、地皇、人皇，他们长得是什么样？身上都有鳞片，头上还有角，而且人皇长得看起来像个龙，天皇看起来才像人，而地皇看起来像一个混血儿，像人又像龙，还有爪子。我们再说一下5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5个人当中有3个人姓姬，一个姓尧，都是女字旁。在甲骨文中，女字是这么写的。有人说这是一个女人跪着的样子。为什么跪着？因为在原始社会，女人的地位比较低，都要跪着。等等，不是有很多人都说过原始社会是母系社会，女性掌权，地位非常高吗？这里怎么出现了逻辑混乱？到底谁说的对？所以要从逻辑来看，这个女字的甲骨文画的意思应该不是女人。大家看，这里应该是有一对大眼睛和牙齿，还有个尾巴，这是不是一条蛇的样子？大家是不是有点不相信？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甲骨文，这个字和女字差不多，也有眼睛、尾巴，差别就是它们的牙齿更加大，头上还有一个皇冠，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龙，蛇之王。所以古代中的武帝，他们的姓中都有一个女字，意思可能就是暗示他们是龙族的后代。武帝之首的皇帝姓姬，又名轩辕，轩辕的意思就是车轮子。轩辕皇帝出生的时候是发生了非常诡异的事情。唐代的《轩辕皇帝传》中记载，皇帝的母亲叫做福宝。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突然在梦中冥冥之间看到了夜晚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巨大的电光，一个光球在北斗星方向来回旋转，发出神光，把他们家的田野都照得非常亮。然后福宝一下突然惊醒，之后她就怀孕了2年24个月，生出了一个男孩，叫做轩辕。为什么叫轩辕？轩辕就是古代的车轮子。车轮子的样子在佛教中被称为佛宝，也称为天轮。在佛经中就记载，王出行的时候，佛宝就一定会在前方的天空中自己前进，而且可以制服四方者也，上面可能有高能武器，大杀四方。所以如果放到今天，皇帝可能就不叫姬轩辕了，按照现代的话来讲，应该叫姬飞碟。像这样的事情还有超多，台湾更多。最著名的就是蛇郎君的故事。台湾有好多原住民传说都提到过，有人类的酋长的女子和蛇族结婚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有详细记载地点的，它是发生在高雄市茂林区的大鬼湖。这个湖是台湾最深的高山淡水湖。我仔细看了一下地图，吓了一大跳。这个大鬼湖上面有东湖和西湖，它和下面的2个湖连在一起，就是一个魔鬼在叫喊的样子，非常诡异。这个地方大家千万不能乱去，一路上可能会有魔神仔、百步蛇王，甚至说不定还能看到天上的轩辕在天上飞。所以母系氏族在远古称霸地球，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孩子非常强大，而他们的老公是从天而来，不是人类。从远古的母系社会开始，到现在我们的身上都流传着来自宇宙的 DNA， 我们每个人都是星际种子。好了，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Hello， 最近发现我们的优秀天台团朋友经常给我描述他们的梦境，说看了我的影片，里面描述了宇宙深处的异世界的景象，和他们的梦中是一模一样的。还有人说自己不停地在宇宙中穿梭，看到了飞船，还遇到了蓝色皮肤的人和科幻电影一样。要从今天的故事解释，那就是量子物理了。你的 DNA 和宇宙种族的 DNA 连在了一起，量子穿越，你们的精神力就发生了交集，所以就飞去了外星。要是按照敦煌本梦书中记载，飞升前往异境，那就是地位提升，仕途顺利，还有潜在的机遇，会有贵人相助，此乃大吉。所以在这里，团长祝福所有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宏图大展，步步高升，富贵迎门。出现好运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哦。